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6年家的产品咱们测了不少了，整体质量还是很不错的。今天给大家测一款160瓦的氮化镓4口充电器，就是这一款6年闪充派 Pro， 这个是带 Pro 的版本，应该是很不错的啊。喜欢咱们频道的朋友们，一键3连，点赞关注投币走起哦，你们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非常感谢各位铁铁们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咱们努力的把每个产品的真实数据都测出来，就是为了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做一个很好的参考，这就是我的目标。咱们话不多说，先开箱这一个6年160瓦闪充派 Pro 充电器。这个闪充派 Pro 整体的包装盒的话，就是一个黑色的色调，这里就是产品的实拍图片，这里是闪充派 Pro 的标识，160瓦标识，产品的几个特征。背后面有一个 GAN 氮化镓的一个标识，这是产品的4个特征，厂家信息、认证信息，这个是个防伪信息。盒子顶部闪充派 Pro 的标识，盒子底部就是它的条码信息。我们打开包装盒，充电器装在一个环保的袋子里面。这一本是产品的说明书，这是一本产品的保修卡，保修卡内部有有害毒物清单，盒子里面还有一根数据线。这一根数据线的话，跟我们上次测试的6年140瓦那个充电器所带的那根数据线是一模一样的啊。这一期视频的话，这根线咱们就不测试了。我们拿出充电器，这个充电器跟上一次那个140瓦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啊。这一个外观看起来就更加硬朗一点，我个人的话就是比较喜欢这一种，也是采用的折叠插脚的设计。这里是160瓦的标识，6年的标识，背面的话是一样的。充电口部分为黑色的塑料，中间做了磨砂处理，黑色和灰色的过渡采用了亮面处理，这样看起来充电器精致度更加高一点。3个 Type-C 口，内部舌片全是黑色， USB-A 口内部舌片为紫色。这上面就是产品的规格信息，160瓦4口氮化镓快充充电器，型号 X763， 支持100至240伏的全球电压， USB-C 1口，输出功率最大140瓦，USB-C 2口，输出功率最大100瓦 ，USB-C 3口，输出最大功率30瓦 ，USB-A 口，输出最大功率22.5瓦，输出总功率160瓦 Max。室内使用双路绝缘，循环10年 ，3C 认证，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。非热带使用，这上面还有产品的 SN 码信息。充电器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490克，单充电头重量319.5克，充电器的高度70毫米，宽度的话也就是70毫米，厚度33.4毫米。这个充电器就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既硬朗又精致的一个外观，个头也不是很大，重量的话还是挺有分量的。外观部分看完了，我们就进入实际充电测试。进入实际充电之前，我们还是先看看这个充电器所支持的 USB 协议的情况。现在是 Type-C 1口，它支持 UFCS 融合快充63瓦，这个竟然有高功率的 UFCS 快充功能。UFCS 融合快充它有3个档位， 3.4 至 5.5 伏的3安， 5.5 至11伏的3安，还有11伏至21伏的3安，3个档位，最高功率63瓦。QC3 加的5伏、9伏、12伏， 3.6 至9伏，还有展讯的 SFCP PD 3.1 140瓦 EPR PPS 和 QC5。 PD 3.1 点进去，它有5个固定档位，最高档位是20伏5安100瓦，一个 PPS 3.3 至21伏的5安档位， PD 3.1 的 EPR 28伏5安最高140瓦的一个档位。然后这个 DCB SAM 和 Apple 2.4 这2个是基础功率。这个充电器的 Type-C 2口的话跟 Type-C 1口它功率是不一样的，有华为的 FCP 档位，最高24瓦功率， SCP 的5伏至12伏 0.03 安至4安的最高22瓦档位，三星 AFC 的最高24瓦档位，高通的 Q3 加5伏、9伏、12伏 3.6 至9伏。这个是展讯的 SFCP， 然后下面是 PD 3.0 100瓦 PPS QC5。 PD 3.0 的话，固定档位5个，最高是20伏5安100瓦， PPS 档位1个 3.3 至21伏的5安。然后这下面就是2个基础功率。这个充电口就是 Type-C 3口，它支持的协议
前面这几个跟 Type-C 2口是一样的，然后这里 PD 3.0 的话，它变成了30瓦 PPS 和 QC 4加。PD 3.0 只有3个固定档位，最高档位12伏 2.5 安，也就是30瓦。PPS 的话只有 3.3 至11伏的 2.75 安档位，也就是说 Type-C 3口是一个小功率的 Type-C 口，然后这下面2个是基础功率。这就是这个充电器 USB-A 口协议支持的情况。它支持华为的 FCP 最高24瓦功率， SCP 档位的5伏至12伏最高22瓦，三星 AFC 的5伏9伏12伏最高24瓦功率， QC 3加5伏9伏12伏 3.6 至9伏，展讯的 SFCP， 然后这下面2个是基础功率。这一个160瓦的氮化镓充电器，它的特点是有一个63瓦的融合快充的档位。我们没有大功率的融合快充的设备，只有这个33瓦的融合快充。这个 OPPO 手机目前还有 7% 的电量，我们直接采集它的数据。这个手机充电已完成，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这又是一个典型的融合快充的一个曲线图。从 7% 的电充到 95% 的电，一共只用了37分钟时间，然后它开始降功率，从最初的26瓦左右的功率，一直到最后的29瓦的功率，呈一个缓慢上升功率的一个过程。这个充电的曲线是非常平滑的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的温度，应付这种30瓦左右功率的手机的话，它是没有什么压力的。最高温度 34.4 度。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21度左右。苹果手机的充电测试，我们用这个13 Pro Type-C 3口，它是一个33瓦的充电口，应对苹果的手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这个手机目前是没有电的状态，我们直接采集它的数据。这个13 Pro 已经充到 83% 的电了，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这是一个标准的苹果手机充电的曲线图。刚开始的时候2分钟10瓦的基础功率把手机充开机，然后就是20瓦的功率充了18分钟左右，其中这个峰值功率可以达到24瓦的样子，然后降到16瓦的功率持续了8分钟时间，然后再降到11瓦的功率持续了大概7分钟时间，然后逐渐的降功率充到 80%。 这个手机从没有电充到 80%， 一共只用了49分钟时间，充电速度还是不错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温度啊，最高温度只有33度，充手机的话根本就体验不出它的温度啊。这个充电器测完融合快充，把苹果的手机我们充了电测了一下，我们就把其他的手机功率过一下。首先就是小米手机用 Type-C 口充电的话，实际的真实功率的时候是15瓦左右，这个是 Type-C 2口的情况，实际上的也就是个15瓦左右的功率。Type-C 3口它的真实功率的它就要高一点，走的 PPS 9伏2安的一个档位，真实功率在21瓦上下。小米手机如果是用 USB-A 口，它走的是 QC 2.0 的9伏档位，真实功率11瓦左右。三星手机充电的话，启动 PD 3.0 的30瓦，真实功率的大概就是在28瓦到30瓦左右。如果是新款的三星呢，跑到35瓦左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它有 PPS 5安的档位。如果用 Type-C 2口给它充电的话，就要相对来说要低一点，跑到个22瓦左右也是没问题的。用 Type-C 3口一样的，它的功率在20瓦左右，启动的是 PD 3.0 的24瓦档位。如果是用 USB-A 口，功率的话大概就是14瓦左右。这一部手机是荣耀的60，它是不支持 PPS 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功率，真实功率20瓦左右。Type-C 2口的真实的功率跟 Type-C 1口的功率是差不多的啊，都是20瓦左右的功率。3个 Type-C 口都可以启动超级快充的标识，而且还有小数点。Type-C 3口的真实功率都是在20瓦左右， USB-A 口的也可以跑到20瓦左右。所以说这个充电器给不支持 PPS 的华为和荣耀的手机充电，它都是20瓦左右的功率，功率的话也还算是可以吧。vivo 手机的话，我们手头上只有这个 S18，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功率会到多少。这个手机不仅可以支持融合快充，还可以支持 PPS 的档位。这个 Type-C 1口有 PPS 也有融合快充，我们看它能够启动哪一个档位。可以启动 vivo 的闪充标识，而且还有小数点。这里走的是 UFCS 融合快充，功率可以跑到25瓦左右。Type-C 2口一样的可以启动快充标识，但是没有小数点。真实功率爬升到30多瓦的功率没问题的，33瓦左右了，走的 PPS 的档位。Type-C 3口的话，vivo 的闪充标识都是可以启动的，这个也是功率很不错的啊，走的
的 PPS 的档位真实功率爬升到21瓦左右。用 USB-A 口充电的话，它就显示了正在充电，没有快充标识，只有12.3瓦。这个充电器充手机的部分，它有一个大功率的融合快充的档位，来兼容这些 vivo、OPPO 那些手机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现在华为的平板那些都可以支持大功率的融合快充。我们现在就是拉它的最大的功率，我们启动160瓦，这边是100瓦的功率，这边是60瓦的功率，真实功率的话145瓦的样子。这个充电器双口满功率输出，在45分钟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温度图啊，68.7度。它就启动过温保护，把功率就降下来了，降成了 PD 65瓦加 PD 30瓦，总功率95瓦的功率，满功率运行，双口同时输出，在45分钟左右，它就要撞温度墙，启动过温保护。这个140瓦的足功率已经足足运行了1个半小时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曲线图，现在只有1瓦多的功率了啊，我们这个充电站已经充满了。只用了大概56分钟，就把我这个充电站把电给充到 80% 了。然后温度的话，它这个140瓦的功率1个多小时，它的最高的温度只有64度。6年的充电器温度控制的话，一直都是非常好的啊。咱们室内的温度是23度左右，现在是100瓦烤机的状态，功率已经降到19瓦多了。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。100瓦的满功率输出，真实功率98瓦左右，一直在充电。它这个实际的损失功率的话，只有2瓦，把我这个充电站充满只用了1小时27分钟。我们看一下100瓦功率烤机时候最高的温度，最高温度是67摄氏度，我们室内的温度24度。现在是这个充电器60瓦的功率持续输出的情况。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，PD 60瓦的功率。真实功率是53瓦的功率在持续的输出，一共输出了2个小时40分钟。我们看一下它的温度啊，这个温度稳定了过后我们才停止，最高温度只有54度。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也是24度左右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就是看一下它的能量转换的效率的情况。首先就是测试220伏它的待机情况，插电的瞬间功率可以达到 2.1 瓦。但是后面的话很平稳，几分钟的测试下来，综合的待机功耗平均下来是 0.5 瓦的待机功耗。5伏3安15瓦的时候，220伏输出端 18.5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端 14.7 瓦，转换效率 79%。9伏3安27瓦功率，220伏输出端 31.2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端 26.8 瓦，转换效率 86%。12伏3安36瓦功率，220伏输出端41瓦，这边直流 35.8 瓦，转换效率 87%。15伏3安45瓦功率，220伏输出 50.3 瓦，这边直流 44.8 瓦，转换效率 89%。22伏 3.25 安，也就是65瓦的功率，220伏输出端 73.7 瓦，这边直流 64.8 瓦，转换效率 88%。20伏5安100瓦功率，220伏输出端 111.6 瓦，这边直流99瓦功率，折算成转换效率 89%。28伏5安140瓦功率的时候，220伏输出端 153.3 瓦，这边直流 138.8 瓦，折算成转换效率 90%。这是这个充电器160瓦功率的时候它的转换效率的情况。220伏输出端183瓦，这一边就是 65.6 瓦加99瓦，折算下来它的转换效率 90%。现在咱们测试的是110伏状态下它的能量转换的情况，插电的时候它的峰值可以达到 0.8 瓦，这个也就是浪涌电流造成的瞬间的功率飙高，后面的话一直就是 0.2 以下的功率，综合下来110伏的待机功耗也就是 0.2 瓦。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，110伏输出端 18.8 瓦，这边直流 14.7 瓦，换算下来转换效率 78%。9伏3安27瓦功率，110伏输出 31.6 瓦，这边直流 26.7 瓦，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4%。12伏3安36瓦功率，110伏输出 41.9 瓦，这边直流的话 35.7 瓦，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5%。15伏3安45瓦功率，110伏输出 51.3 瓦，这边直流 44.8 瓦，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7%。
20伏 3.25 安，65瓦的功率，110伏输出74.1瓦，这边直流64.8瓦，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7%。20伏5安，100瓦功率，110伏输出113.5瓦，这边直流98.9瓦，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7%。28伏5安，140瓦功率，110伏输出156.3瓦，这一边直流138.7瓦，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9%。这是这个充电器110伏160瓦的功率输出的时候，大家看一下，110伏端输出功率186.9瓦嘛，然后这一边直流的话是65.6加99瓦，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8%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测试这个充电器它的交流纹波控制的怎么样。我们直接来测试它的负载纹波。5伏3安15瓦的功率，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只有15毫伏，这纹波不错呀。9伏3安27瓦的功率，它的纹波也是只有15毫伏。现在是12伏3安36瓦的功率，它的负载交流纹波最高的时候20毫伏。15伏3安45瓦的功率，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16毫伏。20伏 3.25 安65瓦的功率，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19.1毫伏。这个纹波控制的非常不错啊，这是中低功率了，然后我们后面就是2个大功率。这是这个充电器20伏5安100瓦功率的时候，它的纹波的情况，最高的时候28.6毫伏，这不错啊，这个充电器属于极品啊。28伏5安，也就是140瓦的时候，它的纹波输出的情况，大家看一下，有点高啊，183毫伏了。把这个时机调一下，调到5毫秒左右，就可以看到这个波形。最高的时候185毫伏。这个充电器100瓦以下的功率，它的纹波确实是做得非常优秀的啊，还没有超过50毫伏。但是上了28伏档位的时候，它的纹波就到了185毫伏了，但是它没有超过国家标准。我找了一个苹果的140瓦的充电器过来，测试一下它的140瓦的纹波，146毫伏。这个是苹果原装的140瓦充电器的一个纹波的情况。我们后续的话要对它做测试和拆解。140瓦的功率，我长时间的测了一下，工作大概半个小时，它的纹波也是就是180毫伏左右，没有超标。这个绿联的闪充派 Pro 160瓦的氮化镓充电器，经过测试可以看到它各项的指标都是非常好的啊。160瓦满功率输出45分钟，温度保护功能正常的开启。140瓦输出的话，温度也没有超过68摄氏度，这种体积这种功率确实是非常厉害的。纹波100瓦以下属于极品，28伏档位纹波属于主流水平。这个充电器有融合快充63瓦的大功率协议的加持，还有 PPS 5安的档位，快充兼容性的话更不在话下了。喜欢咱们频道的朋友们，别忘了一键3连，点赞关注投币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后续拆解这一个160瓦的绿联闪充派 Pro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